啊？我的狗怎么又不吃菜了？一会儿我看看，没人动啊。是不是人坐在那个？何时归寻处？有他于是。喂，喂，你好，我给咱修车的。你那油门踏板断了是吗？对，踏板断了。你那啥，我加你这手机号微信，你方便给我拍一下那车名牌不？车的名牌？对。名牌不是CR9？不行，我得要那个车架号，要不然就是行驶证也可以。行驶证？对，要不然查不准确。行，好嘞。我加你这手机号微信哦。好。左侧车道。尽快走最左侧车道，200米后掉头。下车尿尿了。走最左侧车道，即将掉头，随后150米右转。掉头，随后150米右转。这不是两边都是？有吗？不可能对面不是刚才过来那个。150米后右转，进入内部路。即将右转，进入内部路，随后到达目的地。右转，进入内部路，随后到达目的地。34中我就说嘛，这旁边都是卖那个文具。达目的地附近，兄弟们，我们到了，大家准备好下车吧。哪儿呢？哎，修车，就这个车哈。这车保有量太少了，以至于咱们到车跟前儿，我都没瞅着哪个车是他的。你得多大劲儿啊！把油门踏板都干断了。哎呦，你这家伙！我靠，质量太差。你给我换个好位置吗？原厂的。原厂的。我跑下来换了就行了。对，快。快这么快的。哎，我找到门了。你就正常开，它就断了。我靠，正常开这玩意儿都能断，这车踩都踩断了。喂，这什么质量？豆腐渣是工程师的。这个要拆下来吧？不用，一体的。啊，看边上，对，一起一样，全原厂的。哎，你这操的，这东西，哎，钥匙在，感应不到，得放车里。不想放车里手放啊？没事。行了。哪个呢？就那个微信。对，就刚才咱俩那微信。好。好，走了啊。这是一辆19年的1月份大众探岳，现在是什么问题？水温高，车主开这车呢出来自驾游，然后到洛阳的时候水温已经到马上到红格，
基本上就属于快爆表了啊。然后发动机报故障灯，这是它这车的一个通病啊。为什么说通病？咱们先看一下它什么问题。到洛阳之后报故障灯，水温高，去四 S 店换了个节温器，换了个变速箱的防冻液的那个马达，然后换了个，它这个节温器和水泵是一体的啊，相当于换了个总成原厂的，换了个水温感应塞和变速箱的那个防冻液马达，就这3样东西。现在是从洛阳跑到西安，还没到西安的时候200公里又出现问题，同样的故障，报的是同样的问题。现在所指的还是这个电子节温器和水泵，但是呢，这个电子节温器和水泵是换的一个新的，这个是3代的 EA888 2.0 的，谁求谁发家那款发动机。相对于老款的呢，2代 EA888 10万公里左右水泵漏，但是呢，那个2代是一个机械式的节温器，但是呢3代它给你搞了个电子式的节温器。14年9月份开始推出的这款3代 EA888 改成了是电子式的节温器，但是呢，它比2代漏得更快。现在这车行驶的是4万多公里，也就约合着它3万多公里开始慢渗的，导致从这个水泵漏到节温器电路板上泡了之后导致报故障的。基本上你要是开3代EA8、大众、保时捷还有奥迪，基本上都会碰到这个问题啊。发动机故障灯报出来了，一读好嘛，几千块钱你就到4S店肯定得几千块钱换这个水泵就完了。水泵和节温器它是一体的，只要换纯原厂的，这毛病就解决了。所以说3代EA888谁求谁发家这个话它是还是很有意思的。你说2代它10万左右漏吧，换个机械式水泵对吧，它那个也没多大问题，好吗？3代你直接干一个节温器绑到水泵上电子的，你一换这比2代还更贵了对吧？贵就贵吧，你漏得更快了。2代你10万漏，3代你干不到5万它就漏对吧？所以说还是设计有问题，还是为修理工着想的，你们说。咱们看一下现在报的故障。昨天换完水泵，咱当时试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跑出去200公里也没有问题。200公里以后，突然水温表就快到红格，干到130的时候，发动机故障灯同时点亮。现在咱们去读取这个故障，是一个冷却液旁通阀启动断路。一开始出现的故障也是这个故障，然后把水泵换了之后清除掉，没有报这个故障。这个咱们不用管啊，这个是我刚才检查它那个线路有没有问题之后出现的一个故障，这个清除掉就行了。等会咱们接车以后先清除的这个故障，清除完了去跑它就没有问题，水温也不会高了。但是跑不出去1公里它就同样报故障，然后水温高。咱们去匹配它这个电子节温器呢，但是现在匹配不上。现在针对这个问题只能先检查水泵。现在咱们水泵已经搞下来了啊，这的确是个新水泵，但是4S店说是原厂的啊，这个它还真不是原厂的。为什么呢？这一眼就是说一眼假，就是说一眼就能看出来不是原厂的。看一下，这个是我调的原厂的水泵，这是服务站的货，这个是节温器，原厂的它是分开的啊。然后这个是水泵，看一下这个，这是什么牌子的 ？GGT， 然后这是他们的编号。这个是水泵，这是电子节温器啊。它原厂的是哪儿漏？就是原车的5万公里左右哪儿漏？就这，直接就是防冻液漏到这个节温器这个电路板上，里头是这一个电机，电路板进水，严重的情况下啊，这个进防冻液会打不着车，然后出现各种故障码没劲儿。轻的情况下就是水温显示高，然后水循环不正常，节温器打不开。
这个如果说你发现漏防冻液不及时去治理的话，它容易把这个插头腐蚀掉。待会儿咱们还得重点检查一下它这个插头。现在极大的怀疑这个配件有问题。然后这个节温器也是个副厂的，肯定没有任何的标志上面，只有这打了个字母 E， 别的没有任何的标志和写它是什么品牌的，别的没有写，只贴了一个这是卖那配件的这个标，就是他家的东西，别的地方都没有任何标志。节温器看了吗？把这个打开，原厂的水泵，纯原厂的水泵。看看这个水泵，大众奥迪2L码。看一下这个水泵，做工也比较精细啊。看看这个节温器，这是原厂的节温器。这个电机上面这是粘贴上去的一个二维码。你说它这个东西有啥？就这么个东西，咱们调货胶木的，它这个原厂到咱手合700多块钱，就这一个节温器。但是装这东西是，要不然质量，你想200多公里就坏了，靠得住不？原厂的700多，但是呢，它能让你跑个3-5万公里，品牌的200多公里。哎，一分价钱一分货啊！但是品牌的这个东西，我估摸拿着也得一个。再看一下它这个插头，节温器的插头，这个是节温器的插头，看有点，感觉有点啊。看一下节温器的插头。轻微有点腐蚀啊！我就看一下有点腐蚀。你拿万能表，我量一下它电压。现在这个呢，咱们已经全部装好了。这个车拆的时候啊，切记节气门拆掉，必须给它洗一下，因为这个车它可以不拆进气之道，直接就可以拿出来，也很好拿。所以说进气道不用拆，如果说进气道也拆了，那你就把气门积碳洗一下。光拆了节气门，那就把节气门积碳洗一下，因为这车单洗节气门也不好洗。现在咱们直接给它匹配，然后启动，必须匹配啊，很重要的一点。不匹配就不要启动。现在那车装上原厂水泵呢，没有此类故障，然后车已经从西安行驶到成都，没有任何情况。现在估计从成都也已经走了，估计干了最起码得有1000多公里，没有任何故障，水温没有任何异常啊。在咱们这儿，咱直接匹配上没有任何异常，所以说基本上就不会出问题。还是那句话，东西能用原厂尽量用原厂。你像原厂才跑个3-5万公里，别的能靠得住吗？除非说有比它更好的品牌件，但是基本上很少。原厂如果说有问题的话，大部分再出厂的配件原厂都会做改进。但是呢，这个我目前还没听说有任何改进啊。装你估计我装的这个原厂的，保守来说的话，3万公里左右还会出现渗漏啊，因为原车的3万多公里就开始漏到4万多公里，它就不行了。所以说这是一个缺陷。2代的11888呢，它能干到10万，但是3代呢就不行了呢，
你看，所以说这个无非来说是为我们着想，但是我们也不想质量问题。你想现在车也便宜了，对吧？你想质量它能达到哪儿去呢？所以说这个还值得考虑，值得深思谋虑啊。然后这个水泵加上节温器纯原厂的货呢，咱们调货费用是1000块钱，就这个原厂的东西，咱们收费下来1600多块钱啊。因为这个是熟人介绍的，也是咱们一个老客户，没跑到西安的时候就已经联系咱们，然后到了之后直接针对故障性去调货。但是这个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4S店为什么他说的是原厂的啊？为什么没装原厂的？这个其中有一个隐瞒啊。为什么说有一个隐瞒？车主刚到西安的时候，我联系上我之后，车主到了之后检查所有问题开指的时候，他就让我跟那个4S店的联系。一开始我不想联系的这个东西，我说咱就直接检查就行了，没必要再去联系。但是后来还是说沟通一下比较好，当场车主给4S店咱们通过联系的。联系之后4S店说的换的这一系列东西呢，就是说水泵节温器加上一个水温感应塞，还有一个变速箱的防冻液循环马达，就这些东西。反正关于它的故障我全给你换了，看你好不好，对吧？但是呢直接性的还是水泵。4S店的回答呢全部都是原厂的，但是因为车主着急，4S店没有办法自己拿货，服务站的货的话他们时间比较慢。但是呢在外边只要你有钱，原厂的服务站的都能给你调到，而且时间上也能比4S店赶得比较快。所以说呢4S店就从外边配件城拿的货，跟基本上修车的渠道都是一样的啊。我不相信4S店他能看得出来调的货到底是不是原厂的，我不信他看不出来，对吧？但是呢他告诉我说这是纯原厂的，但是咱们拆掉它的确不是一个原厂的啊，这个就没办法说了。所以说东西建议还是用原厂的，有些东西特别是像一些电子件，真的这个质量差得多。